还给你，还给你，一把破剑追了我1天1夜。姑娘，此剑乃是家传，实在无法赠予你。待我入了剑心种，为你求一把名剑，如何？真的，没骗我。君子一言九鼎。你看着我。好热啊！是有些热。我去凉快一下。哎，姑娘。还是热，呀，还是热怎么办？这回我倒是凉快了。我想到了，我们成亲，你嫁到司徒家，这片秋雷就是你的陪嫁，以后你的就是我的。姑娘，你这是想让我当赘婿啊？怎么啦？我不好看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萧若风。我叫司徒雪。哎，对了，我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我不好看吗？姑娘绝色。定了。阿爹，我将夫君带回来了。只身。怎么那么晚才回来？我们离开剑心冢之后，去了归云山庄，参加了九剑会，还一起夺了魁呢。后来去了兴王山，捣毁了连火寨，然后再一路泛舟，这才回到祁雷山。那边的那个小子，你手中那柄剑，我想看看。啊，好。阿爹，这是他的陪嫁之剑，既是他之剑，也是我之剑。皓雀剑。什么？位列10大名剑之一的皓雀剑。这确实是一柄好剑，只不过我司徒家的人，怕是不足以能握住这把剑。哼！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，萧若风。果然，你是萧氏皇族之人。女儿啊，你是打算招一个皇子回府吗？
我不怪你骗我，欺瞒我。毕竟你我江湖之上，萍水相逢，起初留一些心眼也是正常的。可是我是江湖客，讨厌有关朝堂的一切，所以这柄剑，我还是不要了。世人皆知，天启城最好的酒在碉楼小筑，那里有名震天下的秋露白。这秋水小筑的秋水恒，还是第一次喝到。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一月只出一次，一次只出2个时辰；而这秋水小筑的秋水恒，一年只有一秋，一秋只出3日。大家长此行来的正是时候，觉得如何？我不会喝酒。哦，何解？我有时千杯不醉，有时沾酒就倒。酒对于我而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我和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军那些人不同，我不是好酒的江湖客，而是什么？而是彼岸的渡船人。何为彼岸？永儿，不要那么紧张。抱歉，师父。哼。大家长。刚才大皇子殿下叫公公为师傅，我确实没想到，我还以为公公的徒弟只有5大剑呢。我自幼进宫，因为生得瘦弱，一直饱受欺凌，直到被派到了雍乐宫，遇到了淑妃娘娘，才算是有人照拂。淑妃娘娘为人和善，待人宽厚，见我瘦弱就劝我习武。还从家族中拿出了一些武书让我研习，其中有一本残谱，名为《虚怀》，我也是看了很多年，才悟出了这一身奇功。淑妃娘娘，便是你的母亲？淑妃是先皇太安帝的妃子，也是我母妃的姨母。淑妃娘娘一生无后，在家族之中，只和这位外甥女儿走得比较亲近。她自知自己的家族势力不复从前，便托我多多照拂永儿。只可惜，很快我就被派去守皇陵了，只能偶尔离开，传授她一些功法。没想到卓清公公竟是如此重情重义之人，哼，和我是一样的人。大家长，还真的是有趣的人呐。哼，上一次你们来到天启城的时候，我便知道，总有一日，我们会成为朋友，或是对手。
很多时候，成为朋友或者对手，仅在一念之间。卓心公公，我们会成为朋友吗？那就要看大家长需要什么样的朋友了。我说了，我是彼岸的渡船人，而现在需要一艘船。不愧是曾经天启城中仅次于李先生的高手，我见过以气凝冰的，没见过一个眼神就能凝水成冰。苏长河，你提了不该提的名字，是吗？永儿啊，身为大皇子，母家虽然不复旧时荣光，可依然算得上是天启城前5的世家。在皇子之中，只有几个人有资格和他竞争储君之位。二皇子萧崇，同样出身世家，且自小就富有才名，只可惜几年之前被人下了毒治金木卯，无人能治。西皇子萧雨是陛下最爱的妃子所生，自小备受宠爱，只可惜为人顽劣，背后支持他的影宗也已经被你们所灭了。真正有资格和永儿竞争的，只剩下六皇子萧楚河，他背后站着的是琅琊王萧若风。你们的对手是琅琊王？把琅琊王视为对手的可不止我们，他太耀眼也太强大了。可最要命的是，他实在是太骄傲了，所以几乎整座天启城都把他当做了自己的对手。整个天启城？是的，陛下如今应当也彻夜难眠。陛下，发生了何事？无妨，估就是做了个噩梦罢了。啊，梦境总是相反的，陛下不必多忧。孤梦见孤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有个人身着铠甲，手持长剑来到我的床前。他掀开剑帐，一剑就刺穿了我的胸膛。陛下可看清那刺客的面目了吗？兄长，是我来了。没有看见。每一次他出现，只有剑的锋芒是清晰的，面容总是模糊不可见。每一次？是，我做同样的梦，已经足足半月之约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大家长，苏家家主，哎呀，
这唐门的人啊，还真是蛮有意思的，先兵后礼，上午还拼命追杀我们暗火的兄弟，晚上便派人送来了手书求和。他们已经寻到这里来了。哦，那倒没有，他们呢是知道这锦城之中有我们暗火的人的，但是他们并不晓得这进士茶馆就是我们暗火的据点，所以他们想要找暗火的人并不容易，但是想要将信送到暗火的手中却并不难。信上写了什么？斩魁房长史唐福禄约见暗火大家长苏昌侯、苏家家主苏沐雨，有要事相商，于锦城等金楼相见。斩魁房长史，呵呵，真有意思。斩魁房的长史什么时候能约见暗河的大家长和家主了？看来，唐灵皇不是被杀了，就是被困住了。唐福禄的背后，应当还站着一位在唐门中拥有极高位置的人。你觉得如何？唐门之中派系复杂，除了唐二老爷和唐连月，我们暗河与其他唐门中人并无瓜葛。既无冤无仇，又为何一定要与我们死战呢？更何况，如今暗河大家长都亲自来到这锦城中，他们自然觉得这场冲突是没有必要的。这可不是我的功劳，我猜他们还不知道我来了。这封手书只是一个试探，毕竟我们二人这些年总是同时出现，能暂时选择让他们不与我们为敌的，还是你在锦城外展示出的威力吧。这场宴席你会去吗？自然要去，总是要与他们见面的，况且还要确保雪薇的安全，不是？开梦远，你说在唐门这些人心中，我们暗河是不是唯利是图的存在？他们选择和我们相见，那是不是他们觉得我们能和他们结盟？那你觉得我们暗河是唯利是图的存在吗？是啊，还真是不要。唉，可什么是利，如何去图，每个人评判的标准可不一样，是吧，莫馆主？我？大家长怎么突然提我干什么？别担心，我可没有怀疑你。我只是最近在看你打麻雀牌，明明早就可以胡了，可你为什么不胡？因为有更大的利存在。而我可从来不害怕等待。岳阳，不要一错再错了，逝者已逝。那不是错，我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为了造福世人。你还以为我在愚昧的追求、执着恢复我那亡夫吗？不，我如今发现了比他更有趣的东西存在，可以让活人刀枪不入，死者复生如常。要人之术，可比那劳什子的刀剑和情爱有趣多了。这是专研赤神封魔了。师兄，我们做个交易如何？我们联手将这个姑娘从毒人变成一个正常人，而我告诉你我将活人炼制药人的方法。至于往后能不能解我的药人之术，师兄自己钻研便是。师兄这么厉害，有朝一日定能破解此术。至于我嘛，也不会一直在原地等。我是很想做一个正常人，但若你要借此做一些阿扎事，我不介意用我仅剩的力气和身上所有的毒，与你同归于尽。暗河做的阿扎事还不多吗？人生在世，考虑那么多是非对错做什么？更何况，你的决定不算。
师兄，决定权在你这儿。你若得到了我改进之后的药人之术，说不定你能更快地阻止我。你不想吗？师兄，你也知道，如果时间足够的话，我一定能从这姑娘身上取下毒。至于怎么取嘛，师兄，你的相助只不过是救这姑娘一命罢了。阿爹，你没有揍他吧？你说呢？哎，杰罗，你不是说最近练功没有对手，少了一些激情吗？阿爹，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？这个萧策啊，轻功身法不错。哎，你的枪要是能够追上他，那便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们两个一起练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千洛谨遵父亲之命。嗯。师傅，只身。为何来的这么晚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跪下。哦。还真是个傻子，还不快行拜师礼？哦，弟子雷无节，拜见师傅。我怎么收了这样的一个徒弟啊？起来吧。哎。雷无节，弟子在。身为剑客，你可知道自己是为何拔剑？为何拔剑？有人拔剑是因为想做英雄，想以一剑之威势平天下不平事；有人拔剑是因为畏惧，因为他不拔剑，其他人就会拔剑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只能拔剑。那么雷无节，我问你，你是为什么而拔剑？师傅，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。那你当年为何选择练剑？那日我看见师傅长袖一挥，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冲天而起，那一道红光竟将云彩都染得通红。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剑术。那时师傅便问我是否想要习剑，我都没有犹豫，只因那刻一剑之美而震撼。对，剑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。你师父若不是见了一剑之美，现在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可你说的是习剑，我说的是拔剑，两者却是不同的。习剑可谈风流，而拔剑就只能问生死了。生死是，江湖上生死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，刀剑把脖子一抹，死了便是死了。但我雷无节不认同这样的江湖，江湖胜败常见，生死又是何必？所以，拔剑可以论剑道，不言生死。你不想论生死，可如果别人对你拔剑，想要你死，那么你就这样去赴死吗？那我就……此剑名为听雨剑，是剑心种种主所著，风雅四剑之一。为师赠予你了，就当是拜师礼。
听雨剑。师傅，这剑肯定有问题。听雨剑它是有灵性的剑，它是认主的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听雨剑，那可是你初入江湖时得到的第一柄宝剑呢。看来你对你这个徒弟，还真是舍得呀。可是我这几日，不论怎么逼他，他都拔不出那柄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在跟你对决的时候拔出剑来？生死一刻，长剑怒出，这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哎，怕就怕人不是为了自己拔剑，而是为了别人拔剑。不提这些了，你最近重拾医术了吗？看这些经络图做什么？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他阴脉受损，用不出武功了。这般严重？唉，是啊。我写了一封信给谢轩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子。哼，那个臭书生。哎，他要是真来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能找他比武哦。你徒弟拔不出剑来，你不好好教他，怎么让他跑下山了呢？是我放他下山的，我想让他好好的悟一悟这拔剑的真谛。雷无杰，是你，陆明轩师兄。哎呀，你小子跟着二城主上山修炼，一走就是10日，可让我好找。你欠我那3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回来？输了的人还有资格要钱？别给我丢人！你是雷无杰吗？啊，我是尹落霞。啊，落霞仙子，久仰大名。今日怎么下山来了？你师傅呢？我师傅闭关修炼，让我先在山下待几日，别影响他。闭关？难道他又要来了？仙子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明轩，晃来晃去的做什么？站没站样？听雨剑，没想到你师傅把他传给了你。你知道他的来历吗？师傅说这是他早年间的佩剑，但我怎么都拔不出来它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拔剑的理由吗？你别跑！嚯，你是比一直快。萧瑟，踏云部果然是天下第一轻功，可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你给我小心点！知道你拔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云烟细棉，1000两银子一匹。我管你是什么！雷无杰，哎，来了！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江师弟。我是你师兄，再敢叫一句师弟试试？千洛师姐，你打我萧兄弟干嘛？萧兄就萧兄，哪多个弟子？雷无杰，这没你的事儿，撒手！哎，你是不是想说要打我的萧兄弟，得先问过我？好，我今天不打你的萧兄弟了，我打你！我倒要看看，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特别。萧瑟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，8000两。我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2个谁都跑不掉。萧瑟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瑟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你，雷无杰，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，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，
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吧？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，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哎，快点！路过此地，冒昧拜访。是他。是他。刘姐，你流鼻血了。用这个吧。不要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这是罗姐，这条手帕至少80两。不要，真不要。姑娘，你那两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早，他怎么追得这么快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们去我房间吧。哇，雪月城处处都是高手啊！走。哎。叶姐姐好啊，千落姑娘。叶姐姐可有看到两个臭小子逃到附近啊？是什么样的两个臭小子？一个穿着红衣，拿着剑；一个穿着青衣。反正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。啊，倒是没有见到。若是见到了，会告知千落姑娘的。这2天天气有些转凉，叶姐姐身体不好。就多在屋子里歇歇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叶姐姐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出来吧。这回真走了。多谢姑娘，感恩姑娘尊姓大名。举手之劳而已。走了，多谢了。许久不见了，小楚河。你刚才为什么拉我走？我再不拉你走，你是不是就该问姑娘今年芳龄几许，是否婚配？那我没有。人家姑娘不回答你的问题，那摆明了是不想跟你多聊。你留在那讨什么嫌？再说了，你若想再见她，这又何难？司空千落不是认识她吗？你问唐莲啊。对呀。有什么事要问我啊？大师兄。这次，你这又被大小姐追着满城跑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这事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现在雪月城这么大一堆账要我来管，他还天天缠着我说是要跟我切磋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怼他2句算客气。昨天是学他解我棺材的时候捏着鼻子说话，今日又怎么气着他了？今日是说千落师姐
是那种追着男人跑的女人。你还好意思笑？连个千落都打不过，真不想当你这个大师兄。谁说的？若是杀不见在手，我至少能跟他打个平手。这听雨剑怎么了？师傅说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，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拔剑的意志，那是什么呀？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的确，剑灵种铸的剑的确有所不同。据说他们铸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割破手掌，以血为剑，所以最后铸出来的剑都号称有破腹。不过以你的资质啊，拔剑只是时间问题。难得有机会下山，不如我们几个去喝一杯。哎，这样也好。我还有件事想要请教大师兄呢。有他这个百事通在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呀？你说是吧？我想问，我师父雷轰、师父李寒一，还有望城山玄剑仙赵玉珍，他们3个人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啊？姑娘，你是谁啊？远深处，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。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奈何一年相逢，一年离别，难渡一生劫。风花雪月，路过前世今生缘。一段风月，一支念，泪难消心中结。情深不寿，与谁诉离别？一生所念伴相约，天不老，情难绝。蓦然回首，你在等我阑珊。姑娘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？不过换了男装，还贴了2撇假胡子，只有那守山的小道童才会被骗吧？你就是赵玉珍。对啊，我就是赵玉珍。要不要过来一起做？一会儿就能吃桃子了。桃子？对，我将离火镇心诀注入我这桃木剑中，插在树下，再过半个时辰，就能长出桃子了。离火镇心诀，望城山的至高心法，你居然用来种桃子？那不然，练它做什么？我是雪月城李寒一，听说你是望城山开山以来最年轻的天师，我想来找你问剑。雪月城，李寒一，这6个字放在一起，可真是够冷的。可别耽误了我的桃子长大。废话那么多，看剑！太乙狮子诀。我是来问剑的，不要给我用这些法术。你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现在还不能出剑。为何？我的剑插在这树下，拔了剑就吃不了桃子了。吃桃子？吃桃子。让你吃个屁！剑起！
我的重剑怎么了？你，我就说你是个孤。娘妈，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。